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佛我，花开净土无生，不对菩萨为伴。对，我们现在做完了第一场烟功，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里是下一场，对，就是第二场，但是地点是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山头吧，不同的方向啊，对。OK， 我们讲完了土葬、海葬、树木，现在我很想知道的是天葬。天葬是金刚乘比较特殊的一个葬法啦，因为藏族生活很苦啊，他就希望是说那个灵魂啊，借由那个秃鹰把那个你就是把你的灵魂，你就给他吃了嘛，他就会把你的灵魂，他们相信那秃鹰会把人的灵魂带到去天上，而且真实的那个天葬哦，就是那个地区啊，本来是没有秃鹰的，后来呢，经过法师有特别的师傅，就是会修这个法，修了这个法呢，他们就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哦，就是特定的师傅修这对这一个法门，对专修这个天葬的师傅，就是天葬的师傅呢，他们知道怎样cut，不是随便乱cut的哦，都是有 step 的，要从哪里开始，就是 after ceremony 就送到去那个天葬台。但是前一天呢，天葬台的师傅呢就要透过 prayer， 就是引请空行母们。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秃鹰啊是空行母的化身，请他们前来享用。那么呢，请来的数量啊不多不少，刚刚好可以 fit 一个body的。所以比如说你明天有2个body的、3个body，你就要请更多的咯。他就 automatically 会应邀你的 as per invitation， 他会来应供，就是来吃掉这个身体。因为对于藏族来讲，人死了嘛，身体就是空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当作是一个布施，最多有一些是留一些头颅骨，或者是一些骨头啊，比较硬的骨头，就是来做纪念的。他们就会雕刻成一个佛像，放在家里供着，塑造那个佛像的功德来回向给亡灵。那么呢，透过这个秃鹰呢吃的这个身体呢，就把它送去这个极乐世界。他们相信那个老鹰飞得越高的话，就会把那个神识那个灵魂带得越高。OK， 因为这个秃鹰呢本身是这样子的，很多地方是他们做法会是没有鹰的，但是他们就是 check 了这个地方是可以适合做这个天葬仪式的，会透过 prayer 引请 invite 了才会有这个鹰的。这个鹰不是随便你叫他来他就来，你要 invitation 然后他才会来。自己聚集在一个地方，不是，你要请他来，然后他才会来。而且天葬台不是每一天都有尸体可以。怎么请他来？就是透过 prayer， 就是那个马是做天葬的，他知道明天有5个玻璃，他今天就会做 prayer， 跟他们说明天有5个玻璃。可是这种鹰，他们会来懂这个语言的吗？就是这个就是奥妙的地方。你有机会去到西藏，你可以去天葬台去看，但是你看了过后，你毕生难忘。为什么？你吃不下饭，肯定。就是可能还剩下肉块这样。对。你看就是像他们那种民族，根本不需要什么土葬，然后没有任何人，甚至外国人，就是不大能接受。你知道吗？他们就算是火葬啊，他们是怎么做的？火葬哦，就是烧了骨灰嘛，他们再加一些糌粑粉，或者是加一些面团哦，把它搓成好像汤圆这样子，拿去池塘喂鱼啊，不要浪费。那鱼吃了会不会？不会怎样啦，它因为已经回归自然了，回归本性光明了。所以那个鱼吃了过后，它又回去海那边，所以跟海葬。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 depending 的，很看个人的。你看天葬哦，其实基本上就是切喂了过后骨头敲碎，然后 mix with 那些包的哦 ，make it like 好像那个饲料这样子拿来喂，就是吃到干干净净，没有浪费每一滴血，每一个骨头全部都没有浪费的骨髓，然后就透过秃鹰把他们送上去，因为秃鹰本身也是藏族啊，他们本身的一个 belief， 他们本身的一个传统相信神兽这样子，他们很有灵性，就是对他不会来的，他不会随便来的。在我的印象里面看过 documentary 啊，是整个一个 full body 这样子。对，一个full body。可是你讲的是要切。对，会切的，一定要切。不是，他们会切，会切。full body 这样子。不是这样子。full body呢，去那边说那个切的师傅在那边切的时候，其实他后面有一个房子哦，就是有一个师傅在里面开始诵经，做那个 prayer。当师傅一敲那鼓，一开始做 prayer 的时候，那个老鹰就飞着来了，在那边等了。然后你没有跟那个秃鹰讲，明天10点来呀，但是透过 prayer， 他10点就来了啊。真的？对呀，他知道，因为每个 body 不一样，有些是中午的，有些是下午的，透过 prayer 他就会来了，而且来的数目是刚刚好可以完成
就是那个任务的啦，所以不是一般的哦，不是你养那种老鹰。你放出去，然后不是一堆，可能20只这样子来，不是它是有定的数字，对，有一个数然后刚刚量。好那个一个 one full body 它是5个 Fit 就5个这样子，对对对，它不会好像他不会进去 extra 的，而且他们抢就是拿了就走，他不会讲为了这个哦打到乱那种，不会的。当然，我们的祖师大德一些往生了的，祖师大德也有分，一些是做缸的，在我们藏传有所谓的红化身啊，这句话就是说 rainbow body， 他好像我这么大个，比我还要大哦，但是他往生了过后，他的身体缩成这么短，缩成了这么短就放在那个庵里面哈，然后就放在供起来，就变成肉身菩萨。然后有一些呢，直接是哦，只剩下衣服在地上哦，那个身体已经没有了，已经红化身了，整个人木玻璃走了，到现在都还有哦。最近去年前2年有一个祖师，我们称之为他祖师，因为他是很犀利的一个出家人。舍利子听过嘛？对不对？对，头发的舍利子有听过吗？没有。他的头发好像生咕嘟这样子，生到很多，然后还自动掉到整个地上都是舍利子，掉下来是有声音的，咚咚咚咚，好像石头这样子的哦。是他可以就是修行修得很好，真的有这个正量啊，已经去到那个菩萨的果位啊，全身毛孔哦，这个毛孔全部哦长出舍利子，然后他好像fruit这样子熟了，它就掉在地上，掉到整个地上，整个房间都是舍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多修行，多做好事，广修供养。因为我们佛家是说，你的障碍、业障还是所谓的福报，都是要累积的。障碍也是累积出来的嘛，才有障碍嘛；福报也是要累积回来才有福报嘛。所以要以功德之力摧毁那个恶业啊，就必须要修福报。没有什么东西是掉下来，天掉下来哦，不需要修行就可以一步登天的，所以它要很扎实的。藏传佛教就是很扎实的，就是所有你的这个功课哦，拜师的师傅之后要做功课，有我们所谓的4加行、5加行、6加行，你要做好你的 foundation， 然后你才能去修正行，不然的话你就走错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呢需要回来学习的东西啊！我相信，因为呢，就是过完了这一集过后呢，各位观众朋友们，我要回去英国休息啦，所谓的闭关，然后就是可能会要等一段时间才有机会看到凯文师兄了，所以非常感激你这么多集来为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新知识。我的荣幸。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我还是觉得蛮开心，就是好像是在帮你们弘扬佛法。其实还有很多，还有一个比较深奥的东西，就是我趁这个机会讲一下所谓的双修哈，就是说到底是双修还是爽修这2个字。但剩下的我不能多说，因为在于我们弟子跟师父之间，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不是随便可以传可以讲的，因为讲也是很 prohibited。所以，因为我跟我的师弟们呢，我也是不可以随便讲或者是讨论的这个东西。所以，Imagine 现在在外面打着双修，这个大多数都是人为的哈，人棍。我们 no such thing。这个是很 secret 的 teaching， 你没有去到那个阶段哦，你根本都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昨天我跟 Asia 分享了一些，Asia 也 surprise， 哇，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学佛，所以对于其他一些佛友告诉我什么是双修的时候，过后跟你聊完过后，我完全是颠覆了我的三观。因为我了解的就是蛮人性的，对对对，其实它不是这么样的。就是我了解的是一定要 make love， 然后当我跟你谈的时候，我就有很多问题，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 make love， 然后你是解释是完全不需要，也不是这种你们想象的 make love 的这一种，所以要多一点文思修，所以听了就要去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要去看祖师大德和尚们讲的一些教法，要去了解。有些时候也不可以从文字上，只是靠经书这样子讲，我就这样子去做。有些时候经书上跟你讲的只是一个teaching哦，他没有 method 给你，要 method 还是要靠老师的引导。所以所谓人间的老师哦，他们从小都是7岁，好像我的老师10岁就出家了，到现在已经30-40年了哦，老师傅的经验了，而且他是闭关中心的老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找对的老师，外面满街都是师傅啊，但是有没有找对的老师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谢谢。我有算是有弘扬到佛法。有啦。没有，我要问那个叫我的马化过来一下。马化师兄来。就是我记得我还没有回来英国之前呢，就是你有讲过要弘扬佛法，我做到了吗？做到了，非常好。还是需要更加的进步，还是怎样？
已经不错了，因为以这样子的影响力啊，来让大家能够学佛。而且我是基督徒哦。啊，其实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很多东西。其实不管是在上座部，就是南传，或者是在这个藏传，又或者是在汉传，其实都是很深奥的，佛法很浩瀚，要去看。所以好像我们汉传佛教讲，你不读这个华严经，你不知道佛教的富贵啊；你不读法华经，你不知道经藏的深有多深，智慧有多深。你不读楞严经，你不知道楞严经是怎么弘扬正法。破除那个魔障，对不对？所以种种的啦，还有很多经典都是看大家的因缘。所以最主要的是，不管你是修什么传承，主要的是发心。或者是不一样的宗教，对，我是最好的证明。其实宗教没有国界啊，没有国际，没有国界，或者是没有区别性，或者是大家众生平等吧，可以讲。对，神爱世人，佛陀也是爱世人啊，对不对？要互相尊重啊。谢谢你陪我们一起跑那些我原本要打你，可是因为你是世界冠军，打不过哦，打不过，然后做一些有的没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能够帮你们，就是好像弘扬佛法。谢谢，先感谢你哦。最主要的是我们不想让人家误导，现在因为太多人都是误导，因为现在的年轻的想要 shortcut 或者是全部 Google， 不懂就全部 Google 教你的东西哦，在于这一个 part 哦，其实是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传承的啦，根本你找不到，很少，只有找到20%在 Google，80%是没有在 Google 的。除了 Google 以外，还有就是我有听到一些师傅们讲哦，他们是不需要拜师，然后直接是跟高龄、或者是神明这种直接拿信息，然后直接修行。你相信吗？各位观众朋友们，虽然我是蛮按摩西方的一个人，但是对我的逻辑这个是不存在，就是 fault， 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相信这种。师傅就是不可能你自己这样子天生，然后以前那个年代可能有一些师傅，我觉得是时间点不一样，就是以前那些年代师傅可以通过所谓的跟高龄们接触，或者是你们讲的神明啊、神佛这些，然后自己修行。那是因为那时候的年代哦，就是人口稀少，然后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很远的港崩，然后他又去不到另外一个，所以谁会以那种方式去就是了解？但是就算这么艰难，我记得Bible里面也是耶稣要走几百万路去传到actually 你知道吗？其实耶稣曾经在印度住过一段时间。我这个不知道。他曾经在那个佛教大学里面哦，总之是连是在印度游历过一段时间，学习佛法10多年呢，有记载啊，在大藏经里面有记载哦。所以如果莲师跟杰斯是不是好朋友？可能是啊，那个年代啊，我们不知道而已嘛，对不对？对啊。But anyway， 祖师大德向来弘法、教法传承。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传承？都是有含义的。对啊。尤其是藏传佛教，我们讲传承，所有的传承都是由本初佛普贤王如来一直到下面的祖师大德，每一代都是代代口耳相传的。所以没有法是会自己掉下来的哦。除非你是那个付藏大师，你可以看到2度空间，所谓6个空间，你取一个字罢了哦，它可以写这么厚的经书翻译出来的话，因为它会一直 appear， 会一直从维斯那边 appear 出来那个文字，只有付藏师才能取出来。而且就算我从小就有这个天赋哦，我也是经过很多年的 practice。What I meant is like decade， 就是10年、20年这样子。OK 啊，每个人讲他们天生就有这个能力，可是因为我前几次的这一个修行。所以我是一个算是比较快的人，都要用那么久的时间，所以大家最好要选走直径，什么自己跟神明沟通哦，我真的是见过太多这种年轻人，什么自己打手印都有。你们还是就是认认真真的找一个师傅，就是有缘的跟你的好好去学习，因为毕竟如果你是自己学的话，你没有一个参考对象，就是好像你不知道你做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师傅或者是你的师兄弟妹们，起码可以sort of evaluate， 就是看看你这个是对的，这个可能你需要更改一下，或者是 improve 一下。所以我们跟随一位师傅呢，就好好学了，老老实实的。对，而且很多东西有依据，对吗？在佛经里面都你讲过是有。还有一样东西我要 emphasize 的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佛陀到他要去巴拉尼瓦那的时候，他也没有跟世人说我是佛。按照佛陀来的走了过500罗汉说我们要世尊佛，这个封号才从那个时候跑出来的，是佛陀圆寂了过后，佛陀在世都没有跟世人说我是佛啊。如果有某某人跟你说我是谁啊，你就要小心啦。所以祖师大德都有说，宣化上人都有说嘛，如果有人这样子称的话，就是邪魔外道啊。所以今年特别要patient，
做事情还是什么样啊，特别 patient，因为很多情绪上的波动，因为磁场的关系嘛。然后至于就是这个玄学界会不会出现很多那种就是乱象？这个我们就不容置疑啦，我们也不好口面啦。但是世道很乱啦，现在在外面啦。你的意思就是大家要很小心咯，带慧眼。然后就是再见大家，谢谢两位，谢谢你，谢也让我认识谢谢谢那么多的佛门知识，然后也让我改变了一点点。谢谢谢谢谢谢。 OK。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Nike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You should bet on me.